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如何接线。今天主要是教大家如何接输入设备的线。那么对于输入设备而言的话，那有两种线是需要接的，一种是公共线，一种是输入线。输入的话，只有这两种线要接，大家要注意。那如果你分辨不清这个板子上哪一个是公共线，哪一个是输入线的话，那你需要去找这个板子的卖家，然后直接问他就好了，他一定是清楚的。OK，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输入的如何接线以及它的一些原理。首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最普通的轻触开关，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开关。那么我们主要看什么呢？一个是看它的这个引角，就是它的这四个角，因为你要接线的话是要把这个线焊到这个角上去，或者是你要做 PCB 的话，那你要把这个铜线接到这个引角上。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去找这样的一张图，上面有一些编号，1、2、3、4，一共是4个针脚，对吧？那它只有一个编号在上面对应的。那么比如说我们这边，这里是1、2、4、3，那它对应指向了是这样的一个位置。那么还有一张图就是右边这张图，那这张图表示的是它的一个电路图，就是你会看到这里是它对应编号的针脚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间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就表示的是它这个按钮按下的这个逻辑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重新画一下，比如说它现在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这边是有一个这个，对吧？那当你的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，那它这个斜的这个东西就会往下走，然后和这个东西重合，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这里是这样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和它一样的，那这个地方就接通了，对吧？那么的话，我们这边就这个电流会从这儿走到这儿，然后从这儿出来，这样的一个路径，对吧？那这个要怎么接呢？那接线的话，就相当于是，比如说我们的红色是输入端，我们就要接1号点，那我们的这个公共端，我们就要接到这个3号点。那么当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，公共端和这个输入端就会连到一起，那它就会触发输入。那有人会问，它这个东西为什么有4个角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只需要接2个就可以了。那另外的这2个其实是一个备份来的。他担心，比如说他担心其中一路如果中间比如说坏掉了，他还有另一个路备份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OK， 那么再往右边的话，这边是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种按钮。那么这个按钮是有3个角的，我们这边要注意一下，一共有3个角。换个颜色，这里是一个角，对吧？这里是一个角，然后下面有3个角。那这边也给你注释了，一个是叫做长闭角，一个是长开角，一个是公共端。那顾名思义，公共端呢肯定是接到板子上的公共那根线上，就是公共线。那长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这个按钮不按的时候，那公共端和长开角它们之间是连在一起的，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触发关系。那如果长闭角是什么意思呢？长闭角的意思是当你这个按钮按下的时候，那这个长闭角和这个公共端这2个就连在一起了，这样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在按钮不按的时候，这2个是接通的，按下去之后是这2个是接通的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OK， 那么继续往右的话，这也是一种按钮，但是它有6个角，对吧？那这边它也告诉你了，那有一个是长开，有一个是长闭，有一个是公共端。那这3个角的功能和这边这3个角的功能，就是我画一下啊，就是这3个角的功能和这个是一个意思，这2个是相等的。那另外的这3个角相当于是互为备份，
就是这是一组，这是一组，那它两个这个关系呢，就跟最左边的这个1、2、3、4的关系是一样的，就是它两个是备份关系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OK， 那么再往右的话，这个叫做电位器，是连接最普通的那种轴了，轴一类的输入设备的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那这里有一个编号1、2和3，相对应的在右边这个是它的电路图，对应的也是有1、2、3。那么我们如何接线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锯齿状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有一个箭头指着它，那这个箭头就是我们要输入的那根线，就是这个2是要接到输入的这个地方，接到输入。那1和3呢？1和3是要接电，给这个电位器供电的。那1的话可以接正，那么如果1接正的话，3就要接负。那如果我觉得反了怎么办？那我就要3接正，1接负，就这样一个意思。那它当你这个轴在这里转的时候，那其实这个2的这个箭头会向左或者向右移动。那它比如说它向1移动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负，对吧？那它的值就会变小。如果往3这个方向移动的话，那因为这个地方是正，那它的那个数值就会变大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，就是 EasyJoy 的这个正负极的接入，负极就不说了，负极是 D 对吧？正极一定要在 3.3 伏以内，对，一定不能超过 3.3 伏，这个是要切记的。OK， 我们再来像下面这个地方，这个东西叫做波段开关，就当你拧这个轴的时候，它会在几个按键之内之间切换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先来找到这个接线图，对吧？就是右边的这个，右边的这个我们主要看什么？看这个编号，对吧？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6、7、8、9、10到这边。也就是它有10个角，对吧？那么左边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逻辑图。OK， 那么会看到这个地方这个1号线和这个10号线，大家要注意，这两个线是一直接到这个中间这个圈的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线连到了这个圈上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角就是公共角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这个地方是公共角，我们用 G 来表示。那接下来剩下的所有的角你会看到都有一个圆圈，只有10和1是没有圆圈的，它接到这个大的圆圈上了，对吧 ？OK， 那么我们再去观察这个有一个小的线，看到没？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它的触发，就是当在你第一档的时候，它其实是相当于是这样，2和1是这样接通的，然后再拧你拧那个轴，它就会往这个顺时针方向移动这个短短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就会3和1接通，这个样子接通。然后你再转一次就4和1接通，然后再转一次就是5和1接通，然后继续，比如说6和1，对吧？6和1这样子，7和1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8和1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一直到9。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一个波段开关的逻辑。那我们怎么接线呢？我们刚才讲了1和10是接公共端，那从2开始，1个输入、2个输入、3个输入、4个输入、5个输入、6个输入、7个输入、8个输入。那你接几根线，比如说从2开始接，对吧？2、3、4，我接了4根线，那这就是一个4档的，接了5根线就是5档，啊，继续往下数，最多可以接到8档，这个。OK， 那么右边的这个，你会看到这边要注意一下，这边是有2个小短臂的，对不对？和这边唯一的不同就是它除了接到2之外，还接到6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下面的这部分和上面的这部分它是互为备份的，就是当默认的时候就是1和2接通，然后6和10接通，是这样一个逻辑。那
当你转这个轴的时候往这边转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就是1和3接通，然后7和10接通，这样一个意思。那它最多的话相当于是只有4档，对吧？因为互为备份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逻辑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。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波段开关如何去接线的一个逻辑。OK， 那接下来这个叫做钮子开关。钮子开关有两个大类吧，一个是2档。2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东西啊，比如说你看默认是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它只能拨一下就拨到了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拨一下。那3档是什么意思呢？3档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它在中间，然后你可以往这边拨，也可以往这边拨，它有3个档位，这样一个关系，对吧？那同样的，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，2档钮子开关它有2个，一般是有2个针脚的，对吧？一个是你看这个地方，一个是 on， 一个是 off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这个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它就应该是 on。如果是这边的时候，不应该这么讲，就是当这个钮子在这边的时候，那这2个东西是接通的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如果这个东西在这边的话，那中间就是断开的，明白了吧 ？OK，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3档钮子开关。3档钮子开关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你要注意有一个 on， 有一个 off， 有一个 on， 对吧？那 off 的这个就是中间的这个，中间这个一定要接公共端，两边的话接2个输入端。那比如说我默认的时候在中间，对不对？那这2边都不接通。如果我拨到了这边，那就是这边接通，这个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从这里换一个颜色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如果把这个角拨到了这边，那就是这边接通，这个样子的，明白了吧？也就是说，你接线中间的这个 off 接公共端，两边的 on 分别接一个输入端。OK， 那刚才这个的话，2档钮子开关也是一样的 ，off 接公共端，然后 on 接输入端，就 OK 了。那还有一种2档钮子开关，它也是3个角，对不对？你也会发现有一种也是3个角的，那怎么接线呢？一样的 ，off 接公共端，然后 on 接输入端，就 OK 了。这个角是不需要接的。那它为什么有3个角，对吧？它只有2档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2档，也就是说，当它在某一档的时候，比如说在左边这一档的时候，那就是这2边接通了。那它拨到这边的时候，那就是这2边接通了，仅此而已。相当于是也是有一个备份，或者说有一个方向的区别，这个不影响接线的。但是2档就是接2根线，3档就是接3根线，就是这样一个区别。OK。那再往右边，这个东西叫编码器。编码器是有带按钮的，有不带按钮的。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按钮的问题，我们只讲这个编码器本身。OK， 那编码器要看什么？一个是要看刚才一样的，看这个接线图，这边有一个 A， 有一个 B， 有一个 C， 对吧？我们找到的这个接线图对应的就是这接到这3根线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是逻辑图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找这个东西，就右边的这个有一个类似波浪线的东西。那这边看的是 A 号路径的这个路线，后面写着 A-C， 然后下面是个 B， 后面是 B-C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A 和 B 都和 C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波形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C 是公共端，也就是说这根线接公共端，然后 A 和 B 接2个输入端，这就是接线方法，这个要注意。然后还要注意的是，我找的这个接线图 A、B、C， C 是在最右边，要注意。但是有的或者说是
通常情况下比较常见的 C 是在中间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分清。你买这个编码器的时候，务必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，或者说问清楚，你才好去接线。OK，然后这就是编码器的接线方式。那通常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输入也就是这几种，一大类是按钮类的，一大类是轴类的，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多功能的按钮的一些功能，比如说编码器啊、钮子开关啊、波段开关啊这些。那 OK，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